一般的书如果描写了一个巨大的问题，结尾都会给一个解决方案，来证明虽然道路是曲折的，但是前途是光明的。艾瑞里这本书却没有这么做，读到最后，他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充满忧虑。当然，艾瑞里也提了一些解决方案，比如作为个人，既然我们的大脑在现代社会判断复杂事物很吃力，那就应该装备几个现代化认知工具，也许是科学方法，也许是 AI 助手什么的，就好像汽车上都会装很多安全设施一样，我们的思考同样也需要安全设施，我们需要了解自身的局限性和非理性。艾瑞里还向社交网络公司提出建议，说能不能弄一个机制，如果谁要发一个耸人听闻的帖子，必须先付出一定的代价，证明你是认真的，这样你说的话才有可信度。但目前他的建议并没有得到采纳。那接下来的局面会怎样呢？那些越来越极端的阴谋论社团会统治世界吗？答案是不会的。历史上的确发生过一帮人狂热地相信一个离奇的学说，然后组织起来造成巨大破坏的事情，但那往往都有经济和人口的原因。现在的情况要温和得多。在我看来，只靠极端思想维系的团体是无法做大的，因为那是一种不稳定结构。艾瑞里书里有这么个故事，有一位女护士坚决反对家长给孩子注射疫苗，因为她的医护身份和强硬态度，她在反疫苗圈里是个英雄，地位很高。有一次，艾瑞里在某个地方做讲座，这个女护士也来听了。当然，她反对艾瑞里，但还是跟艾瑞里合了个影，事后还把照片发到了 Facebook 上，自己没当回事。哪里想到，他们反疫苗组织的成员看到了这张照片之后，就对女护士的忠诚度产生了强烈怀疑。艾瑞里是政府帮凶啊，你怎么能跟他合影呢？你是卧底吗？女护士百般辩白，还做了一系列视频，恶毒地攻击艾瑞里。但是不管他怎么说，那帮人都不信。就因为一张合影，女护士的人设彻底崩塌，几个月后就退出了组织。你看，这就是一根筋思维的反噬，这帮人不能容忍复杂的情况。你说这样的组织能做成什么大事呢？这就叫乌合之众。刚才讲的是组织把人往外推，你还可以把人往你这边拉，但方法不是劝说，而是借助认知失调。这是本杰明·富兰克林著名的一招，被后来的人称为富兰克林效应。富兰克林有一个政敌，在议会跟他势不两立。有一天，富兰克林给这位老兄写了一张字条，说我听说你有一本特别稀有的奇书，能不能借我看几天？这位老兄可能觉得这种小忙不答应显得小气，就真把书给寄过来了。过了1个星期，富兰克林又给了他一张字条，表达了强烈的感激之情。就这么一个小事，结果俩人下次在医院见面的时候，那位老兄就对富兰克林特别友好。没过多久，他就表示我愿意在任何场合为你效劳。两人的友谊一直维持到那人去世。因为我帮过你，所以我认为你是我的朋友。所以对付这帮容易认知失调的人特别简单，你只要想办法让他帮你个小忙就行。更何况一旦跟你有了暧昧关系，他想再划清界限都跟组织解释不清。这两个故事的关键都是信任。信任可以因为一件小事而打破，又可以因为一件小事而建立。信任是社会的资本，在政府和个人的中间，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旁边，还有一个东西叫社会。经济需要货币运行，而货币其实是信用，社会则是靠信任运行。信任和信用本质上是同一回事，都是相信。没有任何物理定律规定这张钞票有价值，你愿意接受它只是因为你相信它的价值，而且你相信别人也相信它的价值。而且你还相信政府是不会不负责任的印刷这种钞票的，你相信它的价值是稳定的。同样道理，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，不可能自己留在那里监督，我们相信老师是爱孩子的。我们去医院看病，是相信医生也想把病给治好。我们去餐馆吃饭，相信厨师会使用安全的食材。我们在网上购物，是相信拼多多没有拿用户信息做手脚。我们还相信警察能公正执法，相信官员能为百姓办事儿。当然有时候他们会辜负我们的信任，所以我们有法律有合同，还有各种监管措施。但是那些措施都是次要的，信任才是主要的，否则社会就无法运行。像我家曾经买房的时候，那真是左一页右一页签了无数个文件，我就忍不住问经纪人说，一个房子真的需要这么多文件吗？他说以前确实不需要，手续很简单，但现在的人动不动就因为各种原因打官司，
这里大多数手续都是为了开发商免责，避免大家互相起诉。在艾瑞里看来，这就是官僚主义的本质。各种机构搞出层层叠叠的规则和手续来，不是为了让你办事方便，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不被追究责任。走程序是最安全的。可是规章越来越复杂的结果，却是人们发现这个机构已经不可理解，于是信任反而被减少了。你真的读过那些所谓的用户许可协议吗？你点同意按钮的时候，真的不担心被坑吗？合同和手续给人一种现代感，其实他们降低了社会运行的效率。王玉泉老师经常说，为什么中国的产业链搞得这么好呢？就是因为中国的那些小企业互相之间的信任度特别高，平时大家都是亲友，今天你从我这儿拿个货，明天我帮你介绍个订单，都是私下说一句话的事，并不需要走那么多合同程序。这样做事就灵活，就能确保第一时间应对变化，大大提高了效率。这就是熟人社会的好处。费孝通在《乡土中国》那本书里说，中国社会追求无讼，诉讼的讼，意思是大家是靠声望和信任来维持秩序的，而不是靠打官司。艾瑞里这本书则告诉我们，如果信任出了问题，可能会让社会分崩离析。信任的失去还是一个连锁反应。新冠疫苗刚问世不久的时候，美国食品药物监督局就搞了个网站，叫做疫苗不良事件报告系统。这是一个专门用于搜集疫苗副作用案例的数据库，任何人都可以报告，而且都公开可查。然而有一些人不信任政府这个系统，就另外搞了一个网站，专门给家长用来报告儿童打了疫苗之后的不良反应。这个民间系统会自动收录政府系统上的案例，但有一个好处，这里不删帖。不久之后，人们就利用那个民间系统发现，政府系统删除了一些严重的不良反应事件。你看，这不就是政府在刻意隐瞒疫苗的真相吗？艾瑞里觉得政府还不至于这么干，就主动为民请命，去询问食品药物监督局的有关官员。官员说，我们确实是删除了一些数据，但那是因为俄罗斯正在美国传播谣言，专门编造了一些假案例，放到了这个系统里，我们是为了制止谣言传播才删除的。可是反对者又问，那你们为什么不直接说哪些案例是俄罗斯编造的，保留数据让老百姓了解真相呢？也许食品药物监督局不想让一个疫苗网站牵扯国际政治，也许是别的原因，但是这种模棱两可的行动特别容易被视为在故意隐瞒什么东西。这跟法律跟经济都没关系，你没有官司可打，也没人受到经济损失，但是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就是这么变少了一点。信任可以减少，当然也可以增加。建立信任的方式有很多种。如果你具有某种权威，人们会自动倾向于相信你。如果你能主动为别人做事，先不求回报，人们会更愿意相信你。如果你能展现一点像人的特点，哪怕跟人握个手，人们也会更相信你。如果你还能先同步后领导，人们就会更相信。这里我最想说的是，媒体最爱说的那个办法，公开和透明。公开和透明到底是啥意思呢？在我看来，那意味着你敢于暴露自己的弱点。如果你承认有些事你做不好，让人理解你的能力有限，人们就会更相信你。马航370飞机失踪事件之后，马来西亚政府做了很多工作，人们看到马来政府这些努力之后，都相信，不管飞机是因为啥失踪的，都肯定不是马来西亚政府在搞阴谋，因为记者们看在眼里，马来西亚政府的办事能力是真的很弱。如果一家公司能明明白白地告诉公众说，有些问题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，我们也在探索之中，它更可能赢得信任。有的公司试图扮演神，有暂时成功的，但总体来说非常危险。我最后要说的是，不论你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境遇，你都应该设法加入主流社会的大家庭。注意是加入，而不是融入。以前有人爱说什么融入主流社会，那是不对的。融入是为了进入一个圈子，而把自己变成跟别人一样，是迷失自我，是小人同而不和。加入则是保留自身的特色，成为一个组合的一员，是我要让你们渐渐不一样的，我给你们这个事儿稍微改一改，是君子和而不同。主流社会这个说法不是很好听，但是哪儿都有主流。主流就是主要玩家组成的社群，就是那些国家、大公司、政府部门、社会团体、科学家、媒体，他们共同塑造的那个大场面。你应该加入他们。想象那是一个隆重的晚宴，
参与者都气质非凡，衣着不俗，一个个谈笑风生。而你呢，什么都不太懂，也没人认识你，你有一种被边缘化的感觉。但是别害怕，也别担心，你可以加入他们。你只需要明白以下3件事。第一，这些人都不是完美的，他们各有各的问题和局限，他们对很多事情也很迷茫，有各种不得已，还一直在犯愚蠢的错误。第二，即使不完美，也可以出现在这里。世界本来就不完美，我们得容忍不完美。如果你非得找一个完美的社群，你只会走向错信漏斗。第三，你可以帮助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完美，所以你总可以找到某个他们不会做的事去做，那就是你对晚宴的特别贡献。你能让局面更好。如果你能让局面更好，别人就也能接受你的不完美，大家彼此接受不完美，就有了信任关系。建立了信任关系，你就算成功加入了主流。我认为《错信》这本书最重要的教训就是最好加入主流，而不要看到不完美就想着另起炉灶。